人人生来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。你认为你的生命价值是什么？女主角森山实力在心理学研究生毕业后，事业一直不顺心。她接受现状，选择了做一名派遣工。工作中，不管遇到拖油瓶同事，还是无理取闹的上司，实力总是笑对这一切。但即使这样努力工作，实力还是被解雇了。上司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你这个研究生出身的，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。”就这样打发了失落的实力。实力的父母是一对性格古怪但恩爱的夫妇，他们做事总是出人意料。得知女儿失业在家，力爸马上就把实力送到自己熟悉的程序员金崎家做钟点工。实力对自己的父母也是没办法，只好带上清洁工具去金崎家打扫。他的性格是不论什么挑战，总会积极面对。实力到了金崎家，金崎明确的要求和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，让实力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。一天，实力在阳台上看到一家三口经过，不禁开始遐想，如果能把婚姻当做一份工作就好了。金崎虽然在公司喜欢独自行动，但总有那么几个同事喜欢缠着他不放。有点迟钝但热爱家庭的日野，受人欢迎却害怕婚姻的帅哥风间，以及总爱开玩笑的原田大叔。仔细一看，这不是我裙子去哪儿了中的原田老师吗？看来原田老师又多了一个新的梦想。工作结束，实力和土屋百合阿姨一起吃晚饭。百合是一位事业成功却依旧单身的碎女性，与实力的境遇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虽然百合工作能力出色，还是难免会受到旁人的闲言碎语。实力安慰百合说自己很羡慕她的生活，至少你是公司不可或缺的人。接下来的几周，实力继续在金崎家中打扫。他在规定时间内尽可能多做事情，运用心理学知识来猜测金崎的喜好，把他家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实力本以为生活会这样平稳下去，却没想到某个夜晚，力爸突然决定全家要搬去外地的古民居生活，这意味着实力不得不辞去金崎家的工作。在下一份工作开始之前，实力向金崎表明了自己即将搬家的事情，不得不停止清洁工作。金崎对实力一直以来的辛勤工作表示了感谢，他真诚地说，能够雇佣森山小姐是件幸事，真希望你能够继续留下来工作。实力听了这番话，感动得无以复加，情不自禁脱口而出了犹如重磅炸弹一般的言辞：不如咱们结个婚吧，就当是签个请家政的合同式婚姻。话音未落，实力立刻后悔了，他急忙催发呆的金崎去上班，然后自己在家里尴尬地用脚趾勾勒出30一厅的图案。平时只追求效率如同机器人的金崎，工作中屡屡发呆，遭到了原田的戏弄。金崎原计划和原田讨论实力提出结婚的事，却被经理带来的坏消息打断。甲方突然改变了要求，不得不将本来要1个月完成的程序压缩到1周内重做。连续几天的加班熬夜，同事们都快要崩溃了。终于熬到最后一天，金崎还没被加班击垮，却被同事传染的感冒击倒。生病的金崎取消了本周的家政服务，实力只能回家帮忙收拾行李。正巧百合也来到实力家拿东西，看到力爸力妈对新生活满怀期待，实力情不自禁地向百合小声抱怨：我感觉我就像是手机充值送的赠品。百合问实力为何今天没去上班，听说金崎生病了，百合叮嘱实力多照顾他。百合也是个独居者，深知一个人生病的无助，在百合的嘱咐下，实力带着慰问品去看望金崎，发现金崎已经病倒在地，动弹不得。实力赶忙帮金崎换衣吃药，让他舒服地睡了一觉。在实力细心照料下，金崎觉得好多了。金崎把实力误认为急于结婚的人，忍不住跟实力说了自己1周来想说的话：像你这样好的女孩肯定能找到好归宿。实力急忙解释，那天自己那么说是因为在金崎的感谢中找到了认可。转眼间到了实力最后一次上班，他原本是来向金崎告别的，没想到金崎突然严肃地拿出几份文件，认真分析了家庭主妇的价值，并向实力提出契约婚姻的邀请，想雇她为家庭主妇。实力激动之余，想起自己的行李都打好了，他和金崎急忙往家赶。为了不让父母担心，两人决定瞒着真相。虽然金崎在车上已经练习过几遍，但面对力爸时还是退缩了，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。最终还是实力大胆的说了出来：爸妈，我们打算结婚。没想到听到这个消息，最激动的不是力爸力妈，而是百合。她接受不了自己最爱的侄女要嫁人了，和一个身份神秘的男人闪电结婚。实力经过一番苦劝，才让百合勉强接受了这个现实。尽管是一时冲动决定了契约式婚姻，但婚礼和亲友聚会、父母见面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。实力商量过后，和金崎决心对所有亲友隐瞒婚姻的真相。为了少些麻烦，甚至连婚礼都不想办。家长见面的宴会上，
两人费尽心思应对家长的种种提问，想要说服双方父母不办婚礼。他们利用实力的心理学知识和惊奇的数据支持，准备了一套完美的说辞。百合虽然对这场素婚仍有些顾虑，但仍然坚定地支持实力帮他出颜，这让实力和惊奇度过了婚后的第一个难关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实力问惊奇是否会因为逃避事实而感到有压力。惊奇认真地说，逃避或许不光彩，但有效，最重要的是努力活下去。在两人开始同居的第一晚，实力和惊奇同住一屋檐下，却完全没有不安感，因为他知道惊奇绝不会违背他的意愿，而惊奇也在想着实力的事情。在他眼里，实力是个懂得分寸的女孩，一旦感觉到了界限，她就会像海浪一样后退。两人彼此尊重，开始了平和的同居生活。但惊奇的同事们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。惊奇无意中听到原田和日野在私下议论他，他们怀疑惊奇的妻子是虚构的。为了避免在公司里社死，惊奇决定周六请头脑简单的日野到家里来，以证明妻子确实存在。谁知到了周六，日野因为孩子生病没能来，却让原田和风间代替他拜访。这俩人明显比日野聪明。惊奇担心事情会暴露，急忙把所有可疑的东西藏了起来。善于交际的风间和实力在厨房里聊天。风间告诉实力他不喜欢与人共享时间，所以不想结婚。实力很有情商的回应，不和别人分享时间也是不占用别人时间的一种体贴。这是他第一次被这样评价，一直被称作渣男的风间不禁愣住了。惊奇原本计划吃完饭就快速送客，结果外面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。风间和原田决定在惊奇家过夜，这导致惊奇和实力不得不挤在同一间房睡觉。惊奇突然想起来原田是同性恋，为防止原田对风间出手，三个男人挤在客厅地板上铺床睡。惊奇假装睡着，听到原田对风间笑着说，他以为我一见男人就忍不住，这大概是直男的误解吧。惊奇开始反思自己的所谓善意是不是也伤害了不少人。他们一直待到第二天晚上才离开。原田临走前偷偷窥探了惊奇的房间，敏感地察觉到了惊奇的秘密。新婚的夫妇怎会各睡各的单人床？那晚惊奇想起自己的反省，严肃地向实力保证要多关心周围的人和事，为他创造更美好的工作环境。实力听后感动不已。夜里，惊奇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脑海中全是实力昨晚睡在这儿的情景。惊奇因此自责了一整夜。然而他不知道，实力昨晚也同样因为沉浸在惊奇的气息中而难以入眠。那一刻，两人都没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即将迎来巨变。本集结束。这集里，小玉最印象深刻的不是善良的实力，也不是冷静的惊奇，而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职场女性百合。百合的人生跟身边女性截然不同，妹妹和妹夫恩爱如初，最亲的外甥女也闪电结婚，只剩百合一人独自生活。虽然偶尔也会向往婚姻，但百合很清醒，知道人总渴望自己所没有的，因此百合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。在这里，小玉希望大家都能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坚定而勇敢地继续前行。上集说，无业的实力和程序员惊奇签订婚约，以主妇身份开始和惊奇同居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实力发现惊奇近来似乎故意避免和他交流。实力想买个电饭锅，惊奇只是淡淡的说随他。实力想来想去，觉得可能是自己擅洗他内裤，让他心里不痛快。突然，已出门的惊奇匆忙回来，大声说，我们搬家吧，搬到更大的房子。惊奇一顿快速的说辞后，匆匆去上班了，留下实力一头雾水，不知所措。实力努力想要理解惊奇的想法。公司的风间一直在暗中观察惊奇，每次从惊奇家回来，风间就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原田那天说的话。原田根据惊奇家的布置和气氛判断，他们俩并不像真正的夫妻，甚至推测他们可能是因为同性恋而进行形式上的假结婚。日野在午休时邀请惊奇夫妇周末一起去摘葡萄，听说日野想见实力，原田和风间就提起实力做的美味饭菜。惊奇根本没兴趣跟他们闲聊，他自言自语说自己必须把实力想象成一个60岁的清洁大妈，这样才能放心让他洗自己的内裤。原田和风间无意间听到了惊奇的话，都陷入了沉思。百合最近也不太顺心，工作时碰到了大学同学田岛，作为大学时代风光无限的帅哥美女组合，两人兴奋地在酒吧里叙旧。谁知道没聊多久，已婚的田岛就开始对百合说土味情话。百合没想到田岛会这样，直接转身离开了。他边走边埋怨，说自己最烦那些自以为是的帅哥。另一边，实力拿着新买的电饭锅，费力地走出了商场，恰巧遇到了下班回家的风间。风间很绅士地帮忙拿行李，两人聊得很开心，一路上笑语盈盈。
此刻的金奇正在公司加班。自从同居以来，金奇因内心的悸动而感到不安。他决定跟随自己的欲望，心里把实力当作女朋友来看待。下班后回家，金奇和实力一起吃了用新电饭锅做的什锦饭。今天他异常主动地跟实力说话，让实力很激动。实力提起风间帮忙搬电饭锅的事，他赞扬了风间一番。金奇听了，脸色不太好，放下筷子，径直进了自己房间。吃醋的金奇坐在电脑前，沮丧地想，自己这样平凡的人根本无法享受恋爱。之后，金奇起草了一份新条约，规定只要任何一方想找恋人并考虑结婚，他们之间的工作合同就立刻终止。得到实力同意后，金奇把条约加入了合同。周六早上，房屋中介带着金奇和实力去看房子。金奇看了好几套房，都不太合心意。实力最后忍不了，问金奇是不是打扰到他了。金奇急忙否认了，但他不可能说出自己天天都在想，着实力心跳加速。正好这时候日野的电话来了，金奇因此脱险。日野告诉金奇，这周日的摘葡萄活动他又不能去了，但他找了原田和风间来代替他参加。第二天，实力叫上了百合，他们5个人驱车去郊外摘葡萄。百合一看到风间，就想起了田岛，有点不待见的把实力拉到一边，小声嘀咕：“那个人看起来就是个惹人烦的帅哥。”这时候，百合听说金奇要搬家，就推荐了朋友的房子给他。金奇坚持要找个2室1厅的，断然拒绝了百合，气氛立刻有点尴尬。还好风间提出他也想搬家，就租下了那个房子。紧接着，实力和金奇一起去看寺庙了。实力感慨，金奇跟那些古色古香的建筑特别搭。金奇半开玩笑地说，像风间那样的帅哥更配合大都市。实力微笑回复说，比起风间的帅气，他更喜欢金奇沉稳的性格。虽然实力很快解释他是指作为雇主的性格，一直自认为平平无奇的金奇，还是觉得自己得到了些许慰藉。金奇的心结解开了，开始能和实力正常相处。没想到第二天上班时，风间突然凑到金奇耳边，抛出一个震惊的问题：“你和实力是不是假结婚的？”金奇脑海一片空白，他那支支吾吾的回应，在风间看来就是默认了。风间笑眯眯地拍拍金奇的肩，约他下班后继续聊。下班后，风间在电梯口堵住了想溜的金奇，逼他吐露真相。知道金奇和实力之间没感情后，风间问金奇能不能跟他一起分享实力。金奇哆哆嗦嗦不敢吭声，只是小声说要回去问问实力的想法。金奇回到家，一个人躲角落里哭了很久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向实力提这事，就这么拖着，日子一天天过去。然而金奇不知道的是，风间之前不小心在实力面前说漏了嘴，实力已经知道了这一切，觉得自己像个物品被2男人交易。实力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很生气。第二天，实力在饭桌上故意用共享这词儿试探金奇，吓得金奇把酱油倒进早餐里，吃了几口就急急忙忙上班去了。心情不好的实力开始大吃大喝，结果蛀牙作怪。可是种牙要花不少钱，这对本就手头紧的实力来说雪上加霜。心烦意乱之际，实力发现家里的开销这个月超了，他觉得是自己没好好规划生活费，沮丧地拿着账本找金奇道歉。金奇一点也不怪他，耐心提出解决办法，还温柔地对实力说，以后有啥问题都可以找我商量。实力听了不客气地追问，你跟风间共享我是什么意思？这话一出，吓得金奇从椅子上弹跳起来，战战兢兢地跪在实力面前。金奇犹豫再三，终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实力解释清楚了。金奇告诉实力，去或者不去都是实力的自由，他跟风间都会尊重实力的决定。实力正好需要一笔钱来种牙，果断地答应了。实力到风间家打扫卫生，风间，你得保守这个秘密，别告诉百合。他们俩笑着聊天的样子，跟实力和金奇相处的气氛完全不一样。实力每周的周一和周四会去风间家里打扫卫生，其他时间他都是在金奇家。他真想和金奇分享在风间家工作时发生的有趣事，但他又怕金奇不高兴，只好老是跟他聊些家常小事。实力跟金奇提起她的闺蜜想带她去参加联谊会，金奇不耐烦地回答说，去尝试一下不就挺好。实力清楚金奇自卑，自我认同感很低，每次只要涉及到其他男性的事，他就会立起一道厚厚的心墙来保护那颗自卑的心。实力试图了解金奇的过去，而金奇却严肃地说，别再试图分析我的心理了。这时候实力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在大学时期失败的恋爱，他感到郁闷，低下了头。大学时代的实力有个正在找工作的男友叫小珍，小珍找工作连连碰壁，每天都活在焦虑中。实力想尽办法帮小珍，不停地给她出主意，他却不知道在小珍听来
他的建议就像绑紧脑袋的紧箍咒一样，让人烦躁。最终，小珍愤怒地对石丽喊道：“我从没要求过你这么做，别再自以为是了。”他们的关系就这样走到了尽头。那天夜里，金琪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从没恋爱过的他，最近的感情让他疲惫不堪。他越是与石丽相处，就越觉得自己不配他。经过长时间的思考，金琪自暴自弃地想，不如就放手算了。如果回到最初的生活，就不会这么痛苦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金琪装作若无其事地对石丽说：“我和风间换一换也行，你住在风间家，偶尔来或者不来打扫都行。”石丽听后很生气，她真想大骂金琪不负责任，或者真的一气之下搬去风间家住。但石丽太了解金琪了，如果她真那么做了，她和金琪之间的关系可能就真的结束了。石丽只能默默地看着金琪离开，自己又陷入自我厌恶之中。晚上，石丽给风间准备了晚饭。风间告诉他，金琪今天要加班，邀请他一起吃晚饭。吃饭时，细心的风间不停地对石丽表示好感。石丽不禁思考，如果和风间在一起，是不是就能更喜欢自己一些呢？这时，正在加班的金琪孤独地想：我多么希望被人爱呀！金琪回到家，看到石丽拿着合同在等他。金琪意识到石丽要和自己解约了，他躲在房间里用心准备了很久，才带着沉重的心情坐到石丽面前。没想到石丽接下来的话，让他从绝望深渊一跃进入天堂。石丽认真地说：“我想谈恋爱了，你愿意做我的男朋友吗？”金琪和石丽都对自己缺乏自信，他们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和不被需要，这让他们在相处时如履薄冰，小心翼翼。幸运的是，他们遇到了对方。金琪的细腻让他能感受到石丽默默的奉献，石丽的温柔也能缓解金琪内心的苦痛。我相信在故事后面，他们能够在被爱中学会自爱。第二天，石丽去风间家工作，他把风间遗忘的雨伞送到车站，恰好被旁边的百合看见。百合目瞪口呆，不知真相，误以为石丽和风间有婚外情，整天急得不得安宁。百合不愿意去问石丽，于是在公司门口拦下风间，指责他背叛。风间不敢告诉百合真相，趁他不注意时溜走了。风间将被百合误解的事告诉了金琪，希望他能快想办法。金琪急忙回家和石丽商量解决方案，他们最后决定要营造出亲密而恩爱的氛围，这样百合就会相信他们之间没有婚外情。为此，石丽建议用拥抱作为增进亲密度的第一步。两个笨拙之人尴尬地拥抱了1秒，然后羞红了脸，快速分开。第二天早上，金琪提出要设立一个固定的拥抱日。金琪原本计划1个月拥抱一次，但在石丽的追问下，拥抱日被定在了每周2。石丽因为和金琪的关系进一步而感到非常高兴，但百合的心情却很沉重，她担心自己的外甥女。百合因为石丽的事儿夜不能寐，甚至因此无法专心工作，特意请假来向石丽询问真相。石丽向百合解释自己和风间没有婚外情，只是去他家帮忙做清洁工。百合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但同时她内心的怒火升起。百合认为金琪没有重视石丽的安全，决定严厉的教训金琪一顿。金琪匆忙从公司赶回，他和石丽原本打算在百合面前展示他们的恩爱，但百合喝多了，迷迷糊糊什么都没说就离开了。两人无奈之下决定周6在百合公司楼下的公园野餐，希望能找到机会让百合见到他们的恩爱。周6早晨，百合加班时碰上了风间，百合嘲讽风间心里有鬼才会不敢见他，没想到风间坦然地回答道：“我确实喜欢石丽。”百合顿时哑口无言。另一边，金琪和石丽在公园摆好了野餐的装备，时刻注意着楼上的百合。百合每往下面公园看的时候，他们就悠闲地聊着天。金琪讲到了小时候唯一的一次野餐，金爸因为荞麦面不合胃口，对辛苦准备便当的金妈大发雷霆。这件事成为金琪的童年阴影，他一直在想自己是不是成了妈妈不离开爸爸的负担。为了让金琪少点心理压力，石丽笑着回答说他父母现在感情很好。你可真是救了个家庭危机呢。这时候，金琪突然记起今天是他妈妈的生日，石丽立刻催他给妈妈打个祝福的电话。妈妈收到儿子的生日祝福后，笑着说婚后的人生确实不一样。妈妈得知金琪和石丽去野餐了，笑眯眯地回忆起他们的那次野餐。没想到金琪曾经觉得痛苦的经历，在妈妈眼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。金爸脾气虽然不好又固执，但他在野餐后悄悄带妈妈去吃了荞麦面，这就是金爸笨拙的爱的表达方式。这时候，石丽接了闺蜜小安的电话。小安婚姻早，现在已经有了个女儿，但她的丈夫出轨了。小安决定离婚，却被周围人批评不懂事。小安哭着问石丽：“我真的应该为了孩子忍受委屈吗？我真的做错了吗？”石丽很难过，
但坚定地告诉小安，你没做错，我会一直支持你。两个人挂了电话，心情都有了很大变化。石丽刚才还说孩子能救婚姻，现在却支持小安离婚，对自己的双重标准感到羞愧。金琪急忙安慰他父母其实是相爱的，和小安的情况不同。这时候他们突然想起，原来今天野餐是为了在百合面前秀恩爱的，但办公室的百合早没影了，计划又泡汤了。石丽有些失落，他沮丧地说，不如直接告诉百合真相得了。但金琪不同意，他不想让百合背负欺骗家人的负罪感。看到金琪这么在乎自己的阿姨，石丽十分感动，忍不住抱了金琪一下。巧合的是，百合正好从公司出来，看到他俩在公共场合拥抱，百合终于放心了。她高兴地去酒吧喝了一杯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石丽和金琪每天都很甜蜜，他们就像一对真正的新婚夫妇。有一天晚上，百合来家里做客，给他们一份新婚礼物，2张温泉旅行的邀请券。百合虽然自己还单身，但给后辈的婚姻建议一套接一套。她坚持让金琪和石丽收下这份礼物。他们的朋友们知道他们要去度蜜月，都开始出主意帮忙。小安推荐了石丽几款可爱的内衣，日野甚至给金琪准备了一个神秘的礼物。然后他们俩高高兴兴地进了旅馆，原本预定的双床房竟然变成了大床房。后来才知道是百合想让他们的感情提升温度，她特意请酒店帮他们换了房。金琪知道酒店没有剩余的双床房，只好妥协。金琪的体贴让石丽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高中时的男友阿勋。阿勋任性又爱耍赖，像个大好婴儿，总要事事顺着他，因此两人没多久就结束了恋情。这时石丽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好巧不巧，多年未见的阿勋也在这家酒店度假。石丽急忙拉着金琪拔腿就跑。回房后，金琪打开了日野送的礼物，里面是3瓶补药。这时石丽回来了，吓得金琪汗毛都立起来了。他慌乱之中将药藏在了被子下面。为了避免石丽发现，金琪谎称被子里有虫子。趁石丽给前台打电话的机会，金琪又把补药扔到了茶几下面。金琪的一系列举动吓坏了石丽，他不慎从台阶上摔了下去。金琪立刻冲过去扶他，结果两人不小心摆出了暧昧的姿势，躺在了酒店地板上。这一瞬间，两人害羞的就像磁铁的同级，急忙推开对方，额头冒汗。随后两人才注意到房间内的温度异常，原来是空调出了故障。服务员为他们换了一个更豪华的套间。那个房间有一个私人的露天浴室，这个不太私密的浴室让金琪感到不安，而石丽却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体验，应当好好享受。就在这时，服务员送来了他们遗落的物品。金琪这才想起茶几下的那瓶补药，吓得魂不附体。幸好服务员见多识广，他用布把药包好再还给金琪，帮他保住了面子。晚上两人一起品尝了酒店提供的高级套餐。石丽对这里的菜肴赞赏有加，而金琪则笑着说，这里的食物虽好，但我更喜欢你亲手做的菜。听到这话，石丽心里美滋滋的，笑容久久挂在脸上。晚饭后，金琪去洗澡，想到晚上要与石丽同床，她既紧张又害怕，只能躲在温泉里，不敢出来。然而金琪不知道的是，在她紧张兮兮不敢出来的时候，石丽不小心踢翻了她的行李箱，看到了散落一地的补药。这一幕让石丽惊呆了，她总认为金琪是个温和的食草系男子，没想到他居然暗地里准备了这样的东西。尽管有些害羞，石丽并不反感，她心想万一有用，也准备了一套可爱的新内衣。石丽心潮澎湃，正在发呆时，金琪洗完澡出来了。金琪慢慢走来，石丽感到心跳加速，似乎要跳出嗓子。金琪这人总是让我们在窝囊事上不失望。他在温泉里泡太久，有点头昏，结果石丽不得不照顾他，他什么也帮不上忙。夜深时，两人假装镇定躺在床上，实际上心里波涛汹涌，连翻身或动手都小心翼翼。金琪这个专业吃草男，想来想去，最终还是悄悄去客厅地板上睡了。石丽的新内衣自然派不上用场。这时百合碰巧在酒吧遇见了原田，他们和酒吧老板一起喝得烂醉如泥。风间也来到了酒吧，百合想要捉弄一向高高在上的风间，特意给他看了石丽和金琪甜蜜的合照，没想到风间竟露出了伤心的表情。百合这才知道风间对石丽也是认真的。第二天早上，金琪为自己抵抗诱惑感到得意，石丽则有些失落。两人在楼下餐厅吃早饭，阿勋突然出现，拉着石丽大声叫嚷。得知阿勋是石丽的前男友，金琪脸色大变，第一个离开了餐厅。因为阿勋的闹腾，回程路上的气氛变得很尴尬。石丽想牵金琪的手，又怕被拒绝。想到这次蜜月旅行后，两人要回到雇主和员工的关系，
回到一周只能拥抱一次的关系。实力感到委屈，忍不住哭了。就在列车到站广播响起的那一刻，金奇突然靠近，在实力唇上亲吻了一下。本集到此结束。在这一集中，我们看到了年轻妈妈小安的困境。她在婚姻中没有做错任何事，是个彻底的受害者，但周围的人还是让她为了孩子忍受痛苦。而站在孩子的立场上，金奇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觉。她一直感觉自己的妈妈在婚姻中不幸福，但她不愿离婚，因为觉得自己是婚姻的累赘。上集提到，金奇在温泉旅行归途中情不自禁地吻了实力。接吻后，金奇像是被发现做贼一样，急忙逃离了电车。从那以后，金奇刻意避开实力。实力差点以为那个吻只是自己因为极度缺爱而产生的幻觉。今天，实力在家里焦虑不安，金奇在公司也是心不在焉。金奇工作时，脑海里不停回放着那个接吻的场景。等到周二的拥抱日，金奇故意在咖啡馆待到半夜才回家。没想到，实力一边打瞌睡一边等着他，坚持在12点01分时把每周一次的拥抱给补上了。金奇既敷衍又无奈的态度伤害了实力，他不由得想金奇是不是后悔那天吻了自己。第二天，实力到风间家去打扫风间，询问他温泉旅行的情况。实力想到那套没派上用场的内衣和那个莫名其妙的吻，不禁想啊，如果让我心动的人是风间就好了，立刻就能明白拥抱不过是套路。紧接着就被风间紧紧拥抱。实力以为风间这么做只是在恶作剧，风间嬉皮笑脸的放开了，眼里却闪着泪花。百合因为之前金奇和实力拍的甜蜜合影，而对风间造成了伤害，所以感到歉意，主动约风间吃饭。风间在饭桌上向百合发牢骚，说无论他做什么，别人总觉得他只是在玩玩，但金奇做什么，别人都认为他是认真的。没想到风间也只是个感情上受了伤的普通人。百合于是决定不再偏见风间，只当他是个性格古怪的晚辈。有一天午休时，日野随口向金奇提到自己妻子的生日快到了。金奇这才突然想起实力的生日已经过去1个月了，他连一句生日快乐都没对实力说。风间带着点坏心眼凑上来，说他给自己的钟点工送了高档红茶作为生日礼物，还特意挑逗金奇，说他对那个钟点工有意思。金奇立刻脸色一变，决定要补送一个迟到了1个月的生日礼物。第二天下午，金奇鼓足勇气走进了百货店，眼前琳琅满目的女性用品让他眼花缭乱。最终，实用主义者金奇选择了世上最直接也最实际的礼物，给实力准备了一个红包。金奇觉得这样心里舒坦，实力却不知所措。他还在纠结之前的那个吻，最终忍不住发信息问金奇之前为什么要吻他。金奇看到消息急得团团转，苦思冥想3小时才干巴巴回了一句对不起。尽管金奇没回答他的问题，实力还是回了句不用道歉。看到实力这样说，金奇赶紧捂着嘴，防止自己叫出声。此刻他们2个都望着窗外的明月，露出了期待的笑容，因为明天又是周二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实力带着期待的笑脸打量着金奇，但听说金奇今天要加班，他的脸上立刻写满了失望。没想到金奇出门前主动拥抱了实力，还温柔地说今天要乖乖早睡。金奇难得展现出来的帅气，让实力一下子被爱情的风暴卷入，心里对金奇大加赞赏。到了下周二，2人都难以隐藏自己的兴奋。实力站在阳台上看着金奇出门，2人忘情地挥手告别。这时一辆大卡车急速驶来，直奔金奇而去，幸好司机及时刹车，避免了一场悲剧。金奇吓得捂着胸口，想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在得到今天的拥抱之前，自己还不想死。晚上，金奇和实力依依不舍地完成了今日份的拥抱。实力看着金奇的背影，有些遗憾地想着，没有第2次接吻了吗？其实实力不知道，金奇每天晚上都偷偷躲在房间里，谷歌接吻时机与注意事项，等待再次亲吻的机会。周六晚，实力从百合家里拿到了一瓶高级冰酒，他和金奇一起坐在沙发上，慢悠悠地品味着酒香。有点醉意的实力轻轻地依偎在金奇的肩膀上。金奇心想，此刻可能是最佳时机。他们2人慢慢地靠近，最后亲吻在了一起。然而这样轻轻的一吻都让金奇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实力已经对这种青涩的接触不再满足，他环抱住金奇的脖子，他鼓足勇气邀请金奇进一步触碰他。心爱的女孩都已这样主动了，但金奇还是惊慌地推开了实力，说他做不到。从那天晚上起，尽管实力努力装作若无其事，但那张曾共坐的沙发，那瓶共饮的冰酒，都让实力想起了那个尴尬的想消失的夜晚。就在他考虑逃离一切时，实力接到了家里的电话，他妈妈从梯子上摔下来，腿骨折了。虽然逃避是不光彩的，但有时候是有效的，他这样想。实力以照顾妈妈为由逃回了家。走之前，他提前做好了1周的饭，
放在冰箱里。他坐上了离家的巴士。实力回到家后，发现父母这对恩爱的夫妻竟然正面临离婚的危机。因为妈妈骨折不能做家务，她才发现结婚多年的丈夫竟然这么不靠谱，连衣服都洗不好。第二天，实力的嫂子小葵来探望妈妈，看到爸爸笨手笨脚地做着家务，小葵忍不住对实力抱怨，至少爸爸还愿意帮忙，她的老公也就是实力的哥哥却是连点家务都不愿意做。和妈妈小葵这两位无私奉献的女性相比，拿着薪水做家务的实力顿感自惭形愧。实力在街上无目的地闲逛，偶然间他看到了一个和他同龄的女议员，心中灵光一闪，实力突然萌生了从政的念头。他兴奋地回到了家，正巧离婚后回娘家开蔬菜店的小安也来看望妈妈，女性们聚在一起制作着蔬菜酱，她们深入讨论生育和就业问题，言辞犀利，这让一旁的爸爸和刚走进门的哥哥感到不寒而栗。晚上，实力询问妈妈为什么突然对爸爸那么严苛，妈妈感慨地说，自从他出事后就总忍不住想，如果他先走一步，爸爸能否照顾好自己。知道父母的感情依旧坚固，实力情不自禁露出了笑容。妈妈温柔地告诉他，爱需要培养，家庭和工作一样，都要靠坚强的意志维持。实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。另一边，金奇发现实力不在之后，也不敢主动联系他，他甚至没办法面对实力留下的便当，每天去便利店买饭团和三明治吃。公司里的人发现金奇情绪低落，就邀请他去喝酒解愁。几个朋友一起坐下，日野又开始喊着要见实力。自卑的金奇认为实力不会再回到他身边，悲伤地说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。风间看不过眼金奇这副消极样子，忍不住讽刺了他几句。喝多了的金奇放任自流地大叫，我这个平凡人和你不是一个世界的。看着他们快吵起来，日野和原田急忙劝和，最终金奇喝得烂醉如泥。原田不得不请百合来开车送金奇和风间回家。在回家的路上，风间忍不住向百合吐露心声。风间的初恋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孩，但是风间真的很喜欢她，可惜女孩主动提出分手，因为风间太帅太出色，和他在一起感到压力。女孩那时说了和金奇一样的话，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你不会理解的。风间委屈地说，他根本没考虑过我的感受，为什么都是我错？这时候后座装睡的金奇慢慢睁开眼睛，风间的话触动了他的痛点，因为平凡，因为自卑，他总是把自己当成感情的受害者，从未考虑过实力的感受。回到无人的房间，金奇终于鼓起勇气打开了一直不敢面对的冰箱，取出了实力留下的一盘又一盘美味，每个饭盒上都贴着便条，都是实力充满爱意的叮咛。金奇一边自责一边默默吃完那些食物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金奇打电话给实力，他坦白自己因为缺乏经验才会胆小，很抱歉让实力难过。实力也表达了自己的心声，他想要找份工作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但在此之前，他愿意回来和金奇好好谈谈。金奇激动地说他现在就想见他，补上上周二的拥抱。说完，已经到了娘家的金奇冲出去，奔到实力家门口才知道，实力已经回到了他们的公寓下面了。力爸和力妈热情地留金奇过夜，他和实力只得错过。金奇发短信说等我回去，实力露出了暖心的笑容。此刻虽然两人不在同一个地方，但心已经连在了一起。我们看到了在别人眼里完美无缺的风间也有自己的烦恼，因为他太优秀，所以别人不信任他，因为他太优秀，他变成了别人眼中的加害者。不管是初恋还是惊奇，自卑的人都会为自己感到压力，全都怪到那些优秀人士头上。上回讲到实力和惊奇终于理清了彼此的心结，实力急匆匆回到两人的公寓，却发现惊奇已经去了他的娘家。两人因为彼此错过的赶路感到无比遗憾。等到惊奇匆忙从实力娘家返回，已经是深夜时分。他在公寓楼下透过窗户看到家中温暖的灯光，露出幸福的笑容。惊奇给在沙发上睡着的实力盖上毯子，然后又急忙回公司了。为了能准时下班和实力见面，他得加班赶完之前的工作。第二天，风间主动向惊奇道歉，为之前的讽刺行为感到抱歉。惊奇从风间那儿学会了如何理解别人，他诚挚地向风间表达了感谢，两人和解了。另一方面，实力参加了百合公司举办的护肤品宣传活动，看到百合的员工们都乐在工作，实力羡慕地站在繁忙市区的中心，心里不禁感到沮丧。在这些努力工作的人看来，我不过是个无业游民。宣传活动结束后，百合在附近偶遇了独自带儿子的帅气田岛，得知他已离婚，正独自养育儿子。百合对之前误会田岛的事情表示歉意，田岛邀请百合下次一起出去约会。一天工作后，惊奇终于和实力见面了。
两人沉浸在拥抱中，忘记了周围的一切，直到锅里的菜糊了，他们才惊觉。金奇提议，我们可以将拥抱的温暖保存起来，等到需要治愈的时刻再取出来用。实力想无时无刻拥抱金奇，但又害怕再被拒绝，只好暗中向小安抱怨金奇固执的脑筋。到了晚上，金奇坐在电脑前深思熟虑，他打算修改和实力的契约，讨论成为情侣后的事宜。尽管金奇不停告诉自己要有自信，消极的情绪还是不由自主地涌出。他忍不住想，实力真的喜欢我吗？他不会是那种即使不喜欢也能亲密接触的人吧？金奇的自言自语被送茶进来的实力听到了，他认为自己被金奇视为轻浮女子，感到又气又失落。同时，百合和风间约在酒吧聊天。风间听说有个离了婚带孩子的男人在追百合，立刻追问百合是不是考虑接受他。百合笑说她不想做后妈，她已经有了实力作为女儿。风间一听这话，立刻松了一口气。酒吧的老板见他俩聊得开心，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。那天下午，实力逛完商场，满载而归。没想到看到金奇和一个年轻女孩在街上有说有笑。最让人害怕的是，金奇还发信息给实力说今晚要晚点回家。实力想，这不会是出轨吧？于是问金奇现在在哪里。金奇回复说在公司，然后就和那个女孩一起进了家餐厅。实力躲在一边，忍不住眼圈一红。实力一个人在家愤怒骂金奇笨蛋，正巧被回家的金奇撞上，他这段时间的委屈全都爆发了。实力气冲冲地喊，他受够了这样的生活。金奇急忙向他保证，他也喜欢他。实力把下午目睹的金奇和漂亮女孩一起的情形告诉了他。金奇掏出一盒荞麦面条，解释说那女孩是客户，他们去餐厅只是为了买面条，并没有一起吃饭。看到实力吃醋的模样，金奇心里不由得喜出望外。金奇诚心诚意地说，他也一直在想，要是你能喜欢我就好了。两人心意相通，紧紧拥抱在一起。金奇在实力耳边轻声提出，我们能不能一直待到天亮？实力默默地点了点头，说定一起过夜。等待的时刻变得特别难熬。一同买食材，一起吃晚饭的时候，面对满是幸福的实力，金奇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我真的做得到吗？直到实力来到他房间，两人挤在狭小的床上，金奇还是紧张的像个木头，需要实力引导。可惜的是，金奇的过度担心最终成真，尴尬的他逃离了实力的身边。金奇失落地蹲在路边，他想起那句话，逃避虽然可耻，但有效。这时他脑海中浮现出实力的笑容。金奇突然站起来，他知道这时候如果逃避，可能会失去最重要的人。金奇返回到实力身边，两人再次紧拥，他们最终还是跨过了难关。在金奇36岁生日的清晨，他在实力的早安吻中醒来，觉得人生已经完整。然而金奇不知道，在幸福的背后，一场危机正在等着他。金奇所在的公司面临收购危机，不得不考虑裁员来维持运营。上司将裁员名单交给原田做决定，并给出了2个选择：一是裁掉能力最弱的员工，2是裁掉经济条件较好的员工。第一种是日野，第二种是金奇。日野背负着家庭和房贷，原田实在不忍心让他在这时候失业。再加上原田之前无意中听到了风间和金奇的谈话，知道金奇和实力的婚姻是形式上的，所以他决定裁掉经济条件更好的金奇。原田心里觉得对不住金奇，迟迟不敢向他透露这件事。同时，百合在工作上也碰到了难题，公司的上层决定擅自更改他设计的产品主题，这让他和同事们投入的大量努力几乎付之东流。充满期望的百合与高层辩论了许久，他最终说服了他们将主题改回原样。下班后，精疲力尽的百合遇到了风间。风间站在大楼前，对百合设计的海报赞不绝口。百合感叹地说，自由就是美丽。他想对所有独自奋斗的女孩子们传达这个信息。为了成为他们的典范，百合决心要活得更洒脱。说完这些，百合忍不住哭了出来。这时风间用身体护住了百合，不让她的脆弱和孤独被人看见。随后风间陪百合一起回家，路上两人沉默不语。镜头切换，实力和金奇甜蜜地享用生日晚餐。金奇紧握实力的手，认真地问道，你愿意辞掉在风间家里的工作吗？实力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金奇。因此第二天晚上，实力完成了在风间家的最后一次工作，正式结束了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。实力趁机向风间提了个建议，不如找一个像百合一样不愿结婚的人结婚吧。实力只是随口一说，但风间却陷入了深思。风间考虑了实力的建议，决定和一位一直在主动追求他的女客户去约会。没想到约会的地方竟然遇到了百合和田岛。在博物馆昏暗的灯光中，风间和百合的目光不期然交汇了。
就在那一刻，仿佛整个展馆里只剩下了他们俩。从博物馆出来之后，风间给百合打了个电话，约他到家里见面。百合忍不住问他究竟对他有什么看法。风间温柔地回答：你不需要成为任何人的榜样，做你自己就好。听到这些话，百合感觉到一直压在肩上的重担突然轻松了许多。她笑着感谢风间。在百合离开前，风间严肃地说：我不想只是你的侄子，我想成为你的男人。听到这话，百合慌张逃跑，留下风间一个人失落地低下了头。星期天下午，石丽在小安的蔬菜店帮忙，看到先前做的蔬菜酱销售不佳，石丽脑海中冒出了不少促销的点子。小安灵机一动，带着石丽参加了商户会议。石丽建议商户们在附近的神社举办一个农产品市集，吸引路过的顾客。原本商户们想请石丽做志愿者，但他坚决反对利用人情剥削劳动，商户们只得按照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工资聘请他。另一边，原田经过深思熟虑，最终还是来到了金崎家，把公司的决定告诉了他。原田抱歉地说：你是公司最优秀的程序员，很快就能找到新工作的。金崎对原田微笑说：你不用有心理负担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原田被金崎的话感动，拥抱他，感到如释重负地离开了。原田一离开，金崎立刻开始在电脑前寻找新工作，但要找到既高薪又稳定的工作并不容易。第二天，金崎被辞退的消息在公司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，但金崎没空去管那些闲话，他把所有休息时间都用来找下一份工作。金崎没有把这事告诉石丽，他不想让石丽担心。好几次失望之后，金崎终于拿到了一家公司的 offer。 在去新公司报道之前，金崎请石丽去高档法国餐厅吃饭，这是他们确立关系后的第一次正式约会。两人吃完精美的餐点后，金崎正襟危坐，他郑重其事地向石丽求婚，不是那种形式上的婚姻，而是成为真正的夫妻。石丽还没从感动中回过神来，金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文件说：我被前公司开除了，虽然我找到了新工作，但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储蓄的重要。如果咱们结婚，我每月的工资就能存起来，几年后我们就能买一套二手房，还能养几个孩子。石丽不敢相信地打断了兴致勃勃的金崎，他坚定地说：你想和我结婚就是为了不给我钱吗？我绝对反对这种利用爱情的行为。这一集到此结束。这集中我们看到了百合脆弱的一面，她作为成功的单身女性，不得不成为其他女性的榜样。如果她过得不好，就会成为批评女性独立的反面教材。所以百合必须总是昂首挺胸，活得洒脱自如。其实坚强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有脆弱的时候，所以当你想哭的时候，就大胆哭出来，不要总提醒自己要坚强，哭过之后再提醒自己继续努力吧。上集提到金崎和石丽心意相通，金崎向石丽正式求婚，但石丽因为反对爱情剥削的原因拒绝了。之后石丽不仅要忙家务，还要操心商店街的事。商户们每天只给石丽3000日元的工资，这让付出和收入严重不成比例的石丽很苦恼。那天晚上，石丽根据这几天的工作经验，向金崎阐述了自己对婚姻和爱情剥削的看法。家庭主妇的劳动不应该只用生活费来衡量，还需要丈夫的爱和支持，否则婚姻就变成了只给员工最低薪水，却让员工超时工作的黑心公司。金崎听了石丽的话，恍然大悟，认为把丈夫和妻子当成雇主和雇员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。婚姻应该是两个人共同经营的企业。为此，两人经过讨论决定成为平等的合伙人，一起经营这个爱的小家。紧接着，金崎之家的第一次商务会议正式拉开序幕。由于金崎入职新公司后，薪水只有现在的一半，石丽主动承担起了补贴家用的责任。她一边做杂志撰稿人，一边在商店街为商户们出谋划策，赚取薪水。所以金崎也得分担一些家务活。2周过后，金崎和石丽开了第2次合作伙伴会议，彼此分享了这段时间的心得体会。石丽埋怨说：我挣的比你少，所以家务活基本都是我在做，但是你老是忘记自己要做的事，这让我很头疼。金崎道歉后也坦率地提了出来，最近你打扫的质量似乎没那么好了。石丽一直认为做家务是自己的责任，所以总是全力以赴地打扫，但因为石丽现在兼职太多，实在没法保持之前的标准了。经过商量，他们决定让金崎多承担一些，来减轻石丽的负担。第2天，金崎去老东家处理工作交接，日野和原田发现金崎带的便当简陋了不少，于是开玩笑说他和石丽之间的热情不见了。听后，金崎害羞地回应：虽然我不懂什么是热情，但我真的很喜欢石丽。看着金崎害羞的样子，原田和日野这俩老油条也忍不住心动了。这时石丽发消息让金崎回家做饭，
结果金奇一到家就忙着洗浴缸去了。等到石丽回家，他才突然记起没做饭，累坏了的石丽打开电饭煲，看到空空如也的里面，情不自禁地皱起了眉头。金奇知道自己让石丽不高兴了，一副可怜兮兮不敢吭声的样子。石丽控制不住自己的烦躁情绪，看到金奇那个样子，他又开始厌恶自己的坏脾气。这样的日子又难熬地过了几天，石丽终于在第3次会议上爆发了，实在是压抑不住了。金奇一提出分工合作的问题，石丽误会了，以为金奇对他负责的家务不满，一肚子负能量的石丽向金奇提出了分手。他眼睛红红地说：“你应该找个正常的人结婚，而不是像我这样脑子里全是劳动价值的麻烦人。”说完，石丽就把自己锁在了浴室里。看着石丽关上的心门，金奇想起了自己过去的冷漠，想起了石丽总是像光芒一样照亮他的内心。这一刻，金奇决定要将石丽从自我厌恶中救出。他坐在浴室门外，真心诚意地说：“人生总会遇到麻烦，但如果2个人一起解决问题，总能找到出路的。我们的婚姻起步虽然不算正常，但现在我觉得这就是正确的选择。”石丽在浴室里听着金奇的话，泪如泉涌。他决心要振作起来，不辜负信任他的人。另一边，百合美正缠着酒吧老板，得意洋洋地说自己因祸得福升职成部长的事情。这时，风间也走进了酒吧。自从风间向百合表白之后，百合就一直躲着他。没想到这回百合居然主动邀请风间星期天在自己家见面。转眼到了星期天，风间来到了百合家里。百合穿着睡衣，没有化妆，将自己最疲惫的模样展现给风间看。他同时递给风间一份健康检查的报告，感叹地说：“现在自己的身体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了，我们之间的年龄相差17岁，注定没可能。”百合在风间离开后，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喝酒，脸上流露出一丝失落和不舍的神情。第2天晚上，百合与2名下属共同庆祝喝酒。男性下属小袁看出百合情感上遭受了打击，他鼓励百合要大胆去追求爱情。听了小袁的话，百合似乎找回了勇气。尽管被百合拒绝，风间没有打算就此放弃。风间对一直追求他的女客户说，自己心中已经有了暗恋的人，让他不要再追他了。女客户立刻想到了在博物馆遇见过的百合，她了解到百合是附近一家公司的女部长，特地找到百合进行挑衅。我年纪只有你的一半，希望你识相点，远离风间。百合从不因为年龄感到自卑，反而严肃地教育眼前这位年轻女孩，嘲笑年长女性，实际上就是在诅咒自己的未来。请你不要被年龄的束缚限制了自己。女孩那一点小聪明，在经验丰富的百合面前显得微不足道。女孩被百合的话堵得说不出话来。终于到了商户农会的开幕日，作为负责人的石丽忙得不可开交，根本没空招待自己的家人和朋友。在百合和原田一起逛农会时，原田向她透露自己在同志 App 上和人网恋，但一直不敢见面。百合也想发信息约风间见面，于是他鼓励原田一起邀请自己喜欢的人来农会。有了百合这个同盟，原田鼓起勇气给网恋对象发了封邮件，反而是百合犹豫不决，迟迟不敢按发送键。这时酒吧老板带着风间过来了，原田和老板礼貌性的避开，留下百合和风间2人单独相处。原来那个挑衅的女孩回去告诉了风间，她觉得百合对风间也有情感，鼓励这2个笨拙的人揭开心扉，走到一起。因此风间带着最后一线希望来见百合。这一刻，2个孤独的灵魂终于找到了彼此。风间紧紧拥抱百合，在她额头亲吻。石丽忙完一圈，终于找到时间和金奇聊天。看着热闹非凡的农事，石丽感慨地说，当上负责人后才明白，之前自己爱出主意的自己是多么的自负。金奇一直认为石丽不自大，真诚地赞扬她的努力。石丽听后深受感动，在众人的赞美中紧抱金奇。在这个事情完美结束的夜晚，石丽与金奇手牵手坐在沙发上，规划着未来。他们脑海中充满了无限的幻想，从拍摄婚纱照到梦想着家庭的幸福景象，激动的仿佛周围都弥漫着粉色的泡泡。最终从遐想中回到现实，2人开始认真考虑今后如何相处。石丽希望每晚都能拥抱说晚安，金奇则期待每天早上的亲吻问候。在甜蜜的对话中，他们在情感最浓烈时亲吻了对方。石丽和百合都找到了自己的真爱，幸福地走到了一起。原田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在农会上，他终于和网恋对象见面，没想到那人竟是百合的下属小袁。